对方已经通知我了，关于医院的改组计划，经过开会之后，决定将这份工作交给我全体处理。太好了，恭喜你，杜医生。他们要我尽快把这计划书交上去，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？是啊，你是最适合的人选了。希望我不会越帮越忙。你最好别让我大跌眼镜。你让。喂，大哥，我朋友他。不说了，我先走了。永琪，你没事吧？奶奶，永琪，你怎么又晕倒了？吓死奶奶了，知道吗？Miss Lee，我的孙女儿怎么样？她没什么事了，春婆。啊，那她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这我不太清楚了，等医生来巡房的时候，你再问他好吗？吓死奶奶了！放心吧。别站了，来坐吧，阿婆。谢谢。你认识这里的护士啊？哦，我是这里的清洁女工，你是？我是永琪的同事，是我送永琪进来医院的。我叫杜汉生。啊，杜汉生，我们医院有一位医生叫杜汉民。哦，那位是我哥哥。哦，原来你是杜医生的弟弟，真没想到，杜先生。哎，别这么称呼，叫我汉生行了。那你又别叫我阿婆了，叫我春婆好了。那好，春婆。汉生，谢谢你送我的永琪进医院。奶奶，你干嘛要谢他？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也不会晕倒的。到底是什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糖果对你来讲这么重要？哎，其实都是我不好。永琪叫我买糖果，我没有去买，所以他就躺在这里了。哦，他从小就血糖过低。血糖过低啊？啊，只要他一不吃早餐，还是操劳过度，他就很容易晕倒了。不过你马上给他吃糖，他就没事了。永琪，奶奶早上已经跟你讲了，问你东西带齐了没有，你又说带齐了。我看你一定又是没有吃早餐。我本来想吃的，可是到了公司呢，就莫名其妙被人瞎骂了一顿，结果什么都忘了。我记得了，下次他再晕倒，我给他买糖果啊。呸！还有下一次。回家吗？上车吧。还不上车？今天这么早就可以回家了。不用值夜班哦。不用。这辆车很舒服啊，也很贵的啊。刚才那位是我同事，他在公司里晕倒，所以把他送进医院了。原来他从小就有病的，什么血糖过低的。我知道这么大，今天才知道有这种病，怎么得来的？我们人体内都有糖分的，只是有些人多，有些人少。那些少的，如果操劳过度或是运动过量，那血糖降低了，不是晕咯？还有没有吃早餐也会的哦。对，他就这样晕倒的。不过奇怪，我经常都不吃早餐，而且喜欢打通宵麻将，又不见得我有这种病。哎呀，对不起，老乡，对不起。车上都陷下去了。
马路这么大条，你会不会驾车的？老兄，对不起啦，因为我刚下班，很疲倦，在车上打瞌睡，所以才会这样。啊？驾车睡觉？现在撞了我们车怎么办？对不起啊，不是故意的。啊，算了，反正也不是很严重。啊，谢谢你，老兄。什么算了？不行啊！我都是算了。现在还没到圣诞节，你几时当上圣诞老人啊？撞车不必赔钱，什么道理啊？好，赔就赔喽。你看，这种人不跟他凶是不行的，不赔钱。快点，拿100块啊！当我没有见过世面啊，傻瓜！100块买金风伞都不够啦。闹够了没有？大哥，你不要出声了。我问你，100块哪里够啊？不够就报警了。怕你啊，报就报，身份证、驾驶照都拿出来。我是哪怕你啊？大哥，怪我是在帮你啊！这种人我见多了，老是以为啊路是他爸爸的。在哪？什么事啊？没事啊。到底什么事？好心没好报的。志强、杰森，你看这病人，来，你跟我来。杜医生，好点了吗？好一点。有没有下床走动走动啊？有啊。胸口还痛不痛？不痛了。你的伤口复原的很快，不过记得要多活动，这样体力才恢复得快的。好的，记得啊。啊，谢谢你。你叫清洁工人上来整理一下，病房最讲究的是卫生。啊，是的，杜医生。杜医生，你过来一下。什么事啊？我头有点发烧了，他虽然说没事了。他的体温还不到37度啊。让我帮你量量。杜医生。是36.9。那正不正常呢？我们正常体温是介于36到37，你没发烧，放心吧。谢谢你，杜医生。我们做医生，不只要医病人的生理，还要照顾到他们的心理，让他们对我们有信心。量体温呢，不只是把温度计抽出来说没事就算了，明白吗？喂，下班了，累死了。可是我不想回家。你这建议听了不错啊。那好，今天晚上就由你来安排。OK， 拜。
还没睡。昨晚才回来啊。哪里不舒服啊？有点咳嗽了。要不要我帮你看看？不用了，喝点枇杷膏就没事。大概是喉咙发炎，又痒又痛。哎，年纪大了，没抵抗力。哎，你们年轻人要注意。没事吧？你又不需要勤工奖来补贴家用嘛？病了为什么你不去看医生，还来上班呢？真是。哎，一点小毛病而已啦，没事的。哎，忘了你的儿子啊是个大医生啊，让他帮你看一看不就行了吗？他是心脏科，我的心脏又没问题，只是有点感冒，吃点药就没事。其实啊，你又何必这么辛苦呢？你的子女啊都长大了。大儿子又是个医生，你该退休啦。哪像我，我还有2个儿子还在读书呢。我现在又不是7老80不能动，整天待在家里没事情做，日子很难打发的。更何况，孩子长大了，有自己的生活，不可能整天陪我这老头子吧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听说关于公司的传言呢？什么传言啊？听说公司想把业务啊移到外国去了。这里的工资高，成本又重，哎，要是裁员了，像我们这种年纪啊，谁还要请啊？只是传言嘛，又不是真的。我也希望是传言啊，可是我还有儿子在读书啊，如果被裁退了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你就好啦，随时都可以退休。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。爷爷，你是不是很辛苦？还好啦，只是咳嗽而已。帮爷爷倒杯水啊。小凤什么事？爷爷杯子打破了。不要碰！不要碰啊，会割伤手的，小心小心啊！去换衣服啊！啊，爷爷来。今天菜场不错啊。再来一个粉红色。怎么样？喂，
还没正式上班，你这样大买特买，不怕把钱花光啊？到了月底你就知道啦。好不容易被航空公司录取，从地狱走入了天堂，我是应该好好的宠自己的。坦白的说啊，这次要是航空公司没录取我，这份工我是不做了。认识你这么久，从来没见过你出手这么阔。我都说过了嘛，我要好好的宠自己。第一次当上空姐，你想飞去哪里啊？我们还没通过受训期呢，你未免想得太早了吧？想想总算可以吧。到底想飞去哪个国家？法国，又浪漫又有情调。那你呢？美国。我想亲身体验一下他们那里的自由和他们的民主。什么自由与民主？你现在很不自由吗？总而言之，我希望快点通过受训期，赶快被派出国。待会儿你想去哪里庆祝啊？买了那么多东西，还不算庆祝啊？买了这么一点东西，哪里算是庆祝啊？当上了空姐，要过新生活了，我们是应该大肆庆祝一番的。我说，我们应该来个夜狂欢，怎么样？不行啊，我爸爸妈妈今晚要替我庆祝。你还没让你家人知道吗？他们知不知道，也不是一样。你和家人之间的关系真的这么坏？也不至于啦，只是没什么话说。家对我来说，只是一间屋子罢了。他们做了些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我做过什么事情，他们也一样不知道。其实你可以尝试和家人沟通的。你是不会明白的。我大哥呢，心里面只有病人；二哥又好赌，只懂得三字经，我根本无法跟他们沟通。大嫂大人还算不错，这到底还是一个局外人。那你爸爸呢？他不关心你吗？我妈妈过世不到2年，他就再娶了，心里面有别的女人，哪里还有时间来关心我们呢？不至于吧？我已经这么多年了，我都习惯了。我只希望快点当上空姐，快点被派出国，这样就不用整天待在家里了。淑敏，等一下你真的不能够陪我吗？不好意思啊。不要紧，我自己安排节目。小峰，你在看什么电视节目？看得这么入神。小姑，你放工了？是啊。小峰啊，你饿不饿？要不要小姑替你煮碗面？你干嘛这么看着小姑？你没看过啊？到底饿不饿啊？不饿就算了，不要看多电视节目，知道吗？小姑今天好像变了。Hello。喂，小峰啊，我是奶奶。待会儿爷爷回来的时候，你告诉他，
奶奶今天啊会晚一点回家，叫爷爷下楼打包晚饭，知道吗？千万别忘了哦。奶奶挂电话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奶奶，爷爷他。首先，你必须训练马从朝下，通过这个红金板就。我睡一会儿啊。知道刚才叫小姑也煮一碗面给我吃。电视啊，功课做完了没有？做完了。你怎么吃饼干呢？奶奶呢？回来没有？奶奶打电话回来说不回来煮饭了，叫爷爷自己去打包。可是爷爷还在睡觉。那别吃饼干了，妈妈带你出去吃。你想吃什么？汉堡包。走吧。哦耶！力酱宝宝。小峰啊，慢慢吃，小心噎着了啊。很久没吃汉堡包了，真好吃。很久是多久啊？已经3个星期了。3个星期就叫久啊？我的朋友每个星期都去吃汉堡包，有的1个星期吃2、3次了。好吧，以后妈妈答应你，一有空呢就带你来吃汉堡包。真的？妈妈，那我们以后可不可以常常一起吃饭呢？当然可以啦，妈妈什么时候都可以陪你一起吃饭的，只不过你爸爸的工作时间就比较不一定。不过妈妈会跟爸爸商量的。我不是说和爸爸，我只是想和妈妈一起吃。你不想和爸爸一块吃饭啊？你很怕爸爸？不是。你是不是不喜欢爸爸？我的同学不必上这么多课，礼拜天还可以跟爸爸妈妈出去玩，我却要上这么多课。爸爸说以后还要我学日语、学德语，还要学很多东西。爸爸也是为你好啊，他让你学这么多东西呢，是对你将来有帮助，你知道吗？有很多人想学都没有机会学的。可是，爸爸。我考到90分，他还不高兴。你是怕达不到爸爸的要求啊？只要你尽了能力呢，爸爸是不会怪你的。妈妈，还有一件事。又有什么事啊？我很多朋友都有弟弟妹妹，可以一起玩，一起上学，多好。妈妈，你可以生一个弟弟还是妹妹给我吗？我答应你每年考第1。妈妈，可不可以？妈妈，好不好啊？妈妈，吃你的汉堡包吧。吃。
可不可以再生一个弟弟妹妹给我，好不好？不是说生就生的，妈妈回去还问爸爸呢。你不是说我是你生的吗？为什么要问过爸爸？都不是爸爸生。好啦，别说了啊。哎，妈妈，奶奶在那边。奶奶，你在买什么？奶奶买你喜欢吃的水果啊。阿姨，来，伟玉。他是你孙子啊？你这么年轻就当祖母了，真会保养啊！看起来你才30几岁嘛，怎么就当祖母了呢？谢谢。对对，刚才你们去哪儿了？妈妈带我去吃汉堡包。去吃汉堡包？爷爷没有打包给你们吃吗？爷爷很早就回来呀，他说不舒服就去睡觉了。爷爷不舒服了？刚才怎么没告诉妈妈呢？你刚才没有问我吗？盛年，盛年，盛年，盛年。爸爸还在睡呢，他不在房间呢。盛年，盛年，他人不舒服，他会跑到哪儿去呢？问小姑了。小姑在家，她很早就回来了。淑敏，淑敏呐。你知道你爸爸去了哪里吗？我不知道，老爸回来了吗？小峰说爸爸人不舒服，很早就回来了。哎呀，他人不舒服还跑出去。爸，你上哪？咳到喉咙痛，去看医生啊。上车吧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你刚下班一定很累的，回去休息吧。啊，诊所就在对面，我自己去啊。那我回去了。跑到哪儿去了？小凤啊，爷爷有没有说他去哪里啊？爷爷一回来就去睡觉了。哎呀，他怎么不交代一声就跑出去了呢？阿姨啊，我看爸爸不会有事的，可能我们回来的时候，他刚好下去楼下吃饭呢。我到楼下找爸爸。哦，下班了。阿姨。小峰，怎么还不温习功课？爸爸，爷爷不见了。我刚看到爷爷，怎么会不见呢？你刚才看见他？哎。他在哪里啊？看医生啊。他有没有说在哪间诊所啊？这他没说，应该在这附近呢。哎，奶奶，你要去哪里？奶奶去找爷爷。小峰。哦，去做功课来。刚才遇见爸爸，怎么不陪他去看医生呢？我问过他了，他说不必。你要买房子啊？同事介绍的，我看过了，环境挺不错的，价钱不贵。你买下了？还没有啊，过2天带你跟小峰去看，如果你们喜欢，我才下定钱。可是爸爸会答应我们搬呢？我有跟他说的，只怕他也不高兴啊。其实我早就想搬了，这里的环境越来越杂，不适合小峰的。可是爸爸这么疼小峰，万一他坚持不让我们搬？如果他疼小峰，就应该让我们搬。你看这里，最近不是有人贴大字报，就是有人上来打麻将，这样下去啊，小峰会变坏的。说的也是。
搬出去当然是好了。怎么说，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，小峰也不需要跟汉生挤间房间了。刚才我带小峰出去吃饭，他跟我说要我给他生个弟弟或妹妹。其实嘛，8、9岁的孩子最需要的就是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学校功课压力已经这么多了，还要学这么多东西。不让他多接触，又怎么知道他的兴趣是什么呢？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多抽点时间陪小峰，多了解他的想法。你说我不了解他？只怕这样下去他会怕。这不是怕，这是尊敬。你看现在的小孩子多不像话，对父母都不尊重。这是因为做父母的从小没好好管教他们，所以我说，教孩子嘛，一定要有一套方法。就请我们喝酒啊？怎么喝酒还不够啊？只有酒没有菜饭，你算什么请客嘛？哎，对，至少要请我们吃一顿丰富晚餐嘛！啊，就是啊，中了大奖也不会做人的。什么大奖啊？多多中了4个字，能中多少钱啊？还不是那几10块。中了多少钱不重要啊，最重要是运气啊！你能够中奖，证明你有运气啊，所以应该请客啊！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哎，对，说不定你下次中大的，中6个号码。咖啡店能吃多少？交吧。哎，你说的 ，OK 来。哎，说好啊，喂，来，如果不中的话，跟你讨回来啊。对，管你啊。不要摄像机。我那个炸油条，收动了没有？收动。收动呀！你还有什么？炸的。你还有什么？真是够了。哎，下一回再上来。好，来，这样。来。去哪里啊你？喂，爸。哎，去哪里啊？去看医生啊。生病？哪里不舒服啊？只是点小感冒。哇，咳得这么厉害，还是小感冒啊？哎，汉生，菜来了。哦。说好你请客了，快来付钱啊！知道了。我们这是我同事，我今天请吃饭。那你呢？我自己回去。哦，我还没有吃饭。啊，来了。盛年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去看医生也不交代一声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向谁交代？你怎么样？医生他怎么说哈？人老了不中用，风一吹啊就伤风感冒了。整天说自己老，你又不是7老80人。还不老，我比你大10多20岁。我可从来没有觉得你老啊。回去吧，当心又着凉了。那不是汉生吗？是啊，请朋友吃饭，大概也是中了马票。你怎么不让他陪你啊？他不知道你病了。刚才汉民也碰见你，你也不让他陪你去看医生。他明明知道你病了嘛。还有啊，舒敏下午明明在家的，你怎？其实我也没资格说他们的。谁说的？你是他们的阿姨，为什么没资格？爸，你先坐，我去倒水给你吃药啊。
倒给你喝啊。好。阿姨啊，爸爸回来了。是啊，他在房里休息呢。他不要紧吧？他着凉了，医生说是重感冒，需要多休息几天呢。汉民，其实你们对你爸爸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记得叫爸爸按时吃药。小峰，温习功课啊！温习功课就应该到书桌去。小峰，爸爸问你，你是不是很怕爸爸？不喜欢爸爸送你去上校外课程？你听爸爸说，中国有句古语：“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你现在吃点苦，将来你出来社会才有一番作为的。 你明不明白？不要只是点头，要说出来。明白。那如果你有意见，就应该大胆地说出来，这样人家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而且你懂得多少。你明不明白？明白。爸爸是不是很严厉？以前的父母是用藤鞭来教孩子的，爸爸不想这样。 爸爸只希望你明白我的出发点还有苦心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其实我们两个人可以像朋友一样的。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，可以坦白的跟爸爸说。我跟你之间不应该有代沟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乖，做功课，去。 单位是这个位置最理想的单位。去房间看看，这里靠近市区，闹钟带劲，交通也很方便，而且这里大部分的东西都是现成的，如果你们买下来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搬进来。 怎么样？环境很不错，地方也蛮宽敞的。这里有多少个单位呀？大概有100多个单位吧。据我所知，这里住的大部分都是专业人士。怎么样，杜先生、杜太太，是不是现在下定金？好吧，待会儿开支票给你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有个电话。妈妈，我要去小便。到厨房的厕所吧，小心点啊。 什么时候把买公寓的事情告诉爸爸？我会找机会跟他说的。汉明啊，这间可以做书房哦。那间呢？可以做小峰的房间。好啊。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给搬啊？有些地方需要装修，加上布置，最少2个月。总之尽快吧。现在我们住的地方实在不适合小峰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说小峰怕我？昨天晚上我跟他谈了一会儿，沟通上没问题啊。你别看他年纪小，领悟力挺强的。可惜你不是很多时间跟他沟通。
你平时在家的时间多，应该多了解他的需要，别让他太接近汉生。其实汉生这个人没什么的，他挺疼小峰的，小峰也很喜欢他，只是好赌了点。小峰，爸爸，喜不喜欢这里啊？爸爸，我们为什么要搬？因为我们要换个新环境啊。那这里是我们的新家，以后你可以拥有自己的房间，那以后就不用跟二叔挤在一个房间了。我和二叔在一间房间不会挤啊。小峰，你年纪还小，分不出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。爸爸不希望你接触那些不好的东西。你这个年纪啊，应该专心读书，少跟二叔闹在一块儿。为什么？你二叔整天不是打麻将就是买万字票，你整天跟他在一起，一定会学到这些坏习惯的。那搬出来住，就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，就可以专心读书了。可是二叔很疼我的。我知道二叔疼你，可是疼你，你也不能学他，知道吗？嗯。小峰啊，来，那爸爸呢也是为你着想，不想你学坏，明白吗？等我们搬进来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房间，那我们呢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啦。搬新的房子，过新的生活，你说家里是不是应该添新的成员呢？你要请女佣啊？好啊。小峰说他一个人很寂寞，要我给他生一个弟弟或妹妹陪他。我还不算是高龄产妇吧？小孩子哪里知道什么叫寂寞？你可别小看现在的小孩子啊，他们接触的东西多，懂的东西呢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。嗯，看，什么？今天是我的排卵期，怀孕的机会很高的。只可惜我的状态不是最好。知道我想起优生学，就是要给小峰添个伴，要等我们两个状态最好的时候再说啊。